朋友们好，我是吴京。我们从丹江口市准备去武当山的路上，看到有块牌子，上面写的是清代庄园，这一下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对这些古建筑呢是非常的感兴趣。大家看一下，在我的身后呢，它就是饶氏庄园。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？现在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首先，简单的跟大家汇报一下庄园主人的简历。在明朝时期，一个绰号老疙瘩的饶姓男子，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到这里。在清光绪13年，公元1887年，饶家诞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饶从义。8岁上学，天资聪明又好学。在他18岁的时候，看到了当地缺盐，盐特别的值钱，当时10斗米也换不来1斤盐，于是他开始了贩盐，很快呢就富甲一方，拥有了庄河古城一带方圆20几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后面又花钱买了3个县城保安团团总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，这样呢生意更加的红火，家业也变得更加大了。还在汉口、老河口繁华的地带开了2处钱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银行。到了清末民国初期，时局动荡，饶从义决定在深山当中修建了一个庄园，一来可以躲避战事，二来万一遇到灾祸可以有躲避的地方。整个庄园呢耗时10年完工，占地1330平方，一共有42个房间。离这里大约2公里处还有2个庄园。在我们面前所看到的有2个庄子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那么它是用来干嘛的呢？相信您各位都了解，它就是一个拴马桩，就是当时庄主所在这里下马，把马拴在这里的地方。那么拴马桩啊，其实这里面也有故事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在这个顶部，它为什么是一个猴子呢？这个主要是从《西游记》当中演变而来的。因为孙悟空啊，他是一个弼马温，属于一个管马的。当然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说法，叫做马上封侯，寓意着官运亨通。在这里面呢，非常的有亮点。大家往下面看，我们一般都知道大门就是大门，但是它这里呢有2道门。正前方呢所看到的，它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南门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在上面的话有一个八卦图，这个的话也是用来辟邪祥和的作用。跨过这个门槛呢，我们推进来，再来看一下，这里面也是有看点的。看点在哪里呢？您各位抬头一看，在这边，它雕刻的是什么？雕刻的是龙。在右边雕刻的是凤，这个叫做龙凤吉祥。好，我们再往上面来看一下，在上面有8块凸起的菱形立体门板，它上面分别雕刻了《西游记》当中的8件法器，它也是用来镇宅辟邪的作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这个下方呢，它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石鼓。那石鼓上面呢有龙王的4子、麒麟与9子、貔貅，这个呢取自是多子多财、招财进宝之意。而在下方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这一块的话，它有一个砖雕，叫做梅兰竹菊，也意示着庄园主人的品行高洁。在古代呢，相信您各位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那么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2道门槛呢，它专为小姐以及家眷所用的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能够看到外面的一些世界，所以的话，这2个是共用家丁偷看门前的一个动静，可谓是一石二鸟。好，我们再走进去看一下。跨过2道门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前厅。前厅两边分别设置了2个小房间，
我们现在看到了这边一个，再转过镜头来看一下，这边也是一个，但是这里有个特点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呢，它是没有门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接待一般的宾客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，从这一块登上5步高升的一个台阶，这里又是一道高门槛。在这里呢，有个亮点，大家注意看了。我们抬头来看一下，在上梁上白中画个非常有趣。在我们的左手边是一个宝剑，右手边是一个毛笔。之所以这般讲究呢，据说是尊为清朝皇帝圣旨的特别要求，而用在此处，又基于这个庄园的主人期望子孙后代能够文武双全、光耀门楣的厚望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这个台阶走到里面来去，跨过这个门槛呢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正厅。在正厅两边呢，设有这个雅室，就招待一些高朋宾客、奢华之景。当然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，虽然说这有点黑，在我们的左手边上面有个雕刻，非常的有艺术价值。左边的为麒麟鲢鱼，而我们右手边所看到的狮子抛绣球。据说这些材料全部来自于缅甸，穿云南、四川过长江、汉江，到达这边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后面呢又经过雕刻师傅精心打造而成，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镇馆之宝。好，我们再往前面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又有看点，大家注意了，在我们正前方，它是一个天井院，由88块地砖构成。在我们祖国88寓意着发财，所以地砖方形的和浮雕组成。方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是地，圆代表的是天，所以它结合了古代天圆地方的一个思想，也寓意着呢，希望子孙后人能够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这里又有个特点，每逢下雨的时候呢，院落里面会积累了很多水，而这些水呢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它全部都是通往这一个角落。这个誉为肥水不漏外人田。这个田呢，就指的我们在正前方，在前面的话，它有很多的田地，这个设计的是非常有意思吧。那么整栋建筑最精致的雕刻，当属我们在四周一个回字形的楼台木雕，以天井环顾这个四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一幅呢，它就是刘海坎桥。我们再来欣赏这一幅，大家有没有注意看？旁边的话是有个大象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曹冲称象。再往下，大家看一下有关于爱情的。那爱情的呢，就是鹊桥相会，雕刻的活灵活现的。看完了雕刻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，在两边的房间它是用来干嘛的？左边2个，右边有2个。这个呢，其实是高等下人院，也就是说佣人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呢。它是方便于这个老爷和太太们直接传唤进行一个伺候。那么老爷居住在哪里呢？老爷居住在我们的正前方这一排。那么老爷的房间它是一个套间，它一共有1个正妻，3个小妾，全部居住在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排，还是非常的大的。我们刚才也看了很多雕刻，他们家的雕刻真的是非常多。你看这上面也是的，但这房间里面目前来讲是没有什么的，而且比较的黑，我们就不进去参观了。我们再去它的后花园来看一下。
从这边出去的话，就是后花园。虽然说现在已经荒废不堪，但是在过去来讲的话，他们的后花园还是非常的大，比这里据说要大2、3倍。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大的一个规模。看完了北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南院。南院基本上是厨房啊，包括用人所居住的地方，还有我们面前所看到的，这里面放的一些兵器，包括放粮仓之类的。在正前方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那块是一个碉堡，碉堡下面呢住的是最下层的一些佣人。不过，我们从它这个房子的建造可以看得出来，还是非常的古香古色，非常的有特点，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整的。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完整呢？其实他们家也出了一个人物，就是当时他家的女儿在参加了革命，然后后面的话，就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根据地，所以能够得到保存这么完整。这里就是以前进入到碉堡的位置，这个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铁皮的，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，目前是锁住的，而在里面隐隐约约能看得到很多的楼梯，它是通往上面的，不过现在已经全部撤下来了，为了保护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来聊一聊这座庄园建好以后，饶崇义他的去世了，享年39岁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，他有一个正房，还有3个姨太太都没有为他留下指示。后面收养了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义子，就是干儿子，也是非正常死亡。收养了一个干女儿参加革命，后面定居在北京。这里呢，据说来了100多位这个我们常说的地理先生过来看了一下这个方位，说他这个方位不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块大门正对的，这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一个山。一般我们都知道，大门对着的话，就像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的，它有一个凹下去的，从这个山凹里面出去，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。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是他们的一个说法。关于这个事情，您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的话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用10年的时间走遍中国每一个县城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